好，我是天福。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省株洲市，来探访一个千年古镇，叫三门古镇。我身后的是湘江，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三门古码头。据说这个古镇存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存在1000多年历史的古镇，至今还保留了多少历史的遗迹。这个三门老街位于左侧湘江河边，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这也是昔日繁华的先决条件。现在看到我右手边的这座老房子，青砖石灰墙，以前这座房子挨着这个古码头，应该是非常的繁华，现在完全是废弃在这里。估计后面是作为公共的那个供销社也有可能。旁边是现代化的房子，两座房子紧邻着，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左边是湘江，现在我右手边的这座房子上面标注的是三门邮电局，那么也是在这个古码头的旁边，也是非常优势。这里有一块文保碑，上面是三门古码头，株洲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株洲市人民政府2012年11月19日公布。好，我们到这个码头的下面去看一下。曾经这里是热闹非凡，江上的船只川流不息，往来的客运商行在这边张卸下货。我们看一下旁边这边有一块汉白玉雕刻的石碑，忠义堂碑。看一下立的年限是皇清同治4年，也就是距现在应该是有15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碑上刻的一些字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看上去应该像一块功德碑，年限很久了，所以这块汉白玉的石碑从中间开裂了，旁边是用水泥重新加固，上面有一些人的捐赠、银两的一些记录。三门镇剧场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四面繁荣，商业发达，又以粮食贩运和加工业为盛，是湘江之滨的一个大集市。各地水运过来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在此处起货，再发往四面八方。当时的周边数10里内一个著名的货物集散地。我们看到前面那里建了一个古老的亭子，我想当年哪怕是几十上百年之前，这个地方非常的热闹，以前应该是可以到前面的亭子那边去乘凉观光整个湘江的风景。好，我们现在沿着这条古街看一下周边的房子还保留了多少当年的古遗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路面是新铺的水泥路面，青石板路铺成的街道，现在规划了全部是水泥路面。现在看一下我右手边的这个古老的房子，吊脚楼的房屋建筑风格，估计现在也都废弃了。你看以前的那种墙体都是用竹篾啊、黄泥巴呀编织的墙体，
这种栏杆也是这种精美的雕刻雕花形式。我们看到这个墙面上的这个木质结构，上面都有精美的雕花，还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现在都是废弃在这里了。你想想以前是多么的繁华。我左手边的这个房子也差不多是一样的风格，都是吊脚楼的形式。你看上面的横梁，上面的雕花也是精美，花草鸟类。这里原本是由青石板铺就的小巷，还是残留着古建筑的模样，老屋青砖火瓦，错落有致。我们来看一下我面前的这栋房子，少说应该都有100-200年了。你看它里面的那个墙体都是用这种青砖石灰堆砌的墙体，外面可能是后面用水泥在加固的结构。这座房子应该是保留很久了。这个玻璃破了，里面的现在都废弃了。好，我们继续往前走，这一边还是保留了一些老的房子。上面都是吊脚楼的模式。我右手边这栋房子是近代的房屋结构，也是废弃了。这个房子完全是瓦墙体全部都倒塌了。现在这栋房子，有人还拿来养鸽子。哦，上面是用来安装了一些铁丝网，对不对？养了鸽子在里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个不错的方式。你看它四面通风，对不对？对。适合养这些鸽子。应该里面还是有人居住的。街边还是有一些小商小贩在这边经营，我估计还是他们之前的祖宅基地。你看上面的吊脚楼形式还是保留在那里，没有拆毁。整个这一条街，这样的老房子还是保留了蛮多。你看这栋房子也是吊脚楼的形式，外面还是设置这种也是这种古老的那种建筑风格，上面是有这种竹篾和黄泥巴编制的墙体。跟我们之前在其他古镇的那种建筑风格差不多。这栋房子上面是保留了古老的木质结构的房体，下面重新是用砖石加固安装的铁门。你看，我们清晰的可以看到之前的这栋房子原来的结构，木梁
上面全都是这种精美的雕花，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好，现在旁边就新建的一个房子，取代了之前的老房子。这栋房子少说也有100-200年了。它每栋房子这种外面的这个房梁上啊，都有这种精美的雕花，你看到了吗？是。看起来还是有人居住，放了摩托车在里面。下面重新安装了卷门，上面完全没有拆毁，还保留之前的古老的建筑风格。我左手，我正前面这个房屋结构也是比较有特色，看起来非常的古朴。沿着这条街还是有一些小商小贩，看，这是理发店。紧接着又是这种古色古香的这种老式建筑，晾晒了衣服，也还是有人居住在里面。三门镇素有玻璃之乡的称号，灯饰玻璃闻名省内外。在镇子北端的湘江边西有北禅寺，传为5岳4禅之一，已有1000年的历史。全盛时期呢，寺内有僧人100余。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是否还能找到那个北禅寺。地处湘江之滨，这个古镇交通便利，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公路横贯境内。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这也是昔日繁华的先决条件。以前沿街的这些房子啊，我估计都是做店铺经营，因为有先决的条件，挨着这个街道而建的房屋。现在整个街面全都是用这种水泥铺成的新的路面，以前这里全部是青石路铺成的街道。近年来，我估计是三门镇还在积极发展旅游业，比如湘江河堤啊、牛眠坝、赛龙舟等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这边的路面四通八达。现在我正前面是一个涵洞，上面是有一条马路，上面可以通车。现在我们穿过这个涵洞，这个涵洞看样子是几十上百年前的一个地基筑成的涵洞。你看里面的麻石、青砖，里面的麻石铺成的、堆砌成的一个涵洞，像这种麻石的结构非常的牢固，上面是用水泥加固了，非常的古朴，历史沧桑感扑面而来。现在沿街的两边都是新的房子建筑风格，取代了之前的老房子。全都是一些商贩开的现代化的店铺，偶尔也能看到一些老房子还屹立在这里，历经几十上百年。我们看一下左手边的这座房子，你看一下，非常的古朴，
老式的建筑风格，在这条街上显得特别的突出。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街道的 T 字路口，我右边的街道呢，现在规划成了菜市场。我们刚刚从那里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古老的遗迹存留，全部都是现代的房子。那我们现在往前面走，看一下还有哪些古建筑值得我们探访。现在我镜头前的这座房子也是非常古老的，少说也有100年左右了。吊脚楼的风格，这个房子之前应该是作为店铺卖，上面字写的看不太清楚了。以前是做什么行当的，现在也废弃了，没人居住。上面是有卖米酒，可能以前是经营这些粮食啊，因为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些粮食、生活用品的一些集散地。整个这个三门古镇，以前这里是相当的繁华。基本上这边的老房子左右两边可能都是被这种新房子给取代了，现代的房子给取代了。他们静静地矗立在这里，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你看，这旁边是有卖米酒、古酒、高粱酒。这里面的老人在这边聊天。三门镇名字的由来，一种说法是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是境内高峰村有座形似门的石岩洞，因此得名三门镇。另一种说法来源于距湘江4公里的石山门，石山门在三门镇的高峰村红石山脚下，石壁上有3个形似门扉的石门，因此得名。我们现在走到这边街道，这里显得非常安静。这边离菜市场大约有200-300米的距离。你看我右手边的这座房子，也是青砖石灰墙，上面是吊脚楼的建筑风格。这栋房子的上面的房梁上的雕花也是非常的精美，体现了古人的工艺技术非常的精湛。这里也是废弃了，现在没有人居住了。古色古香的韵味扑面而来。这条街道比之前菜市场那一块会狭小一些。我左手边的这些老房子也是保留有几十上百年了。现在在我右手边的这个是一个庙宇，叫什么？五显祠，乾隆45年重修。中华民国31年改建的，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这栋房子应该是后面重修过了，有这种新的瓷砖铺砌的，然后上面有铺了一些神仙八仙过海，看得到吗？非常精美。上面的墙体上面有2条龙盘在上面守护这种庙宇，后面呢可以看得到立了一条鲤鱼，结构还是非常有特色。后有一副对联，对，奉神有道，赐福无疆。这个庙宇建在这里，应该是古时候的人呐，为了保一方山水、一方人的平安，它这个大门是用这种麻石构筑的一个拱形的墙体，非常的古朴。这个大门是保留原来的，看起来应该是保留原来的墙体建造风格。外墙是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整合。你看这个墙体，外面是做了重新用水泥贴的，里面从这个旁边可以看到，以前是这种青砖石灰构制的一个墙体。以前修建的时候应该也是非常的牢固，不然的话，经历几百年的历史，经历风吹雨打，还屹立在这里。你看，我们从这个角度还是可以看得到，上面有一条鲤鱼立在上面，非常的有特色，古色古香。鲤鱼、龙也是被古代奉为吉祥的神兽。都是之前的那种建筑风格。我们从那边的三门古码头沿着这个江边一直往前面走过来，发现这边有一座五福庙，黄色的墙体修的这座看似不大，但是呢非常庄严的一座古庙，五福庙。上面是有一副对联，我们看一下。在这个门口有立了碑，这也是看起来像是汉白玉雕刻的石碑。这上面是门市工部还是什么，上面有些字还是看不清楚。然后左边这边也有，这个字迹就更模糊了，但是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块汉白玉雕刻的，中间也是开裂了，说明年代非常的久远。这座庙的大门还是保留原来这种拱形的设计风格，你看下面的墙体还是用这种麻石堆砌的一个拱门，还是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但是外墙其他地方应该是做了重新的一个修缮，上面的墙体都是用这种青砖石灰木质结构，保留以前古时候的建筑风格。好，我们祭拜一下。心中有佛。这个里面好像没有看到对这个五福庙的一个介绍，不知道供奉的是哪位神仙。我们沿着三门镇老街走了一遍，
发现这里依旧保留了大量的老房子，历经千年的历史，我们依旧感受到昔日的繁华。这里也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此做参观。如果你对历史文化古建筑感兴趣，那么欢迎大家来此做参观，这里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那么本期视频关于这个三门老街，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